太奶奶，你只要想我了，打电话给我妈妈，我就和妈妈过来看你。不过，我想我和妈妈会天天过来的。小姨在这里，我们会想小姨。马上就要过年了，海童夫妻俩是住回了山庄里。别说他们，其他人也都陆陆续续住回悠悠山庄。这是老太太定的规矩，平时不喜欢住在山庄里，主要也是山庄离市区远，他们上班不方便，所以他们各自在市区买了房子自住，老太太都不管。不过逢年过节，特别是过年的时候，一定要住回山庄里，这才是一家团聚。过了年初三，年轻人想去哪里随他们的意，老太太就不管了。她老人家又没有女儿，也没有孙女，年初二出嫁女回娘家。她的儿媳妇们纷纷回娘家，悠悠山庄却没有出嫁的女儿回来。于是每年的年初二，老太太就轮流跟着儿媳妇们一起去亲家家里做客，凑凑热闹，羡慕亲家们一番。年就过了，好，太奶奶想你了，就打电话给你妈妈，叫你妈妈带你过来，或者太奶奶去你家里吃饭，可以不？老太太逗着洋洋，洋洋想都不想就答应了。太奶奶什么时候去？现在吗？太奶奶快去收拾东西，我们现在就走。太奶奶在我家里住几天吧。众人哄地笑了，老太太笑得最开心，搂着洋洋直叫心肝宝贝。跟大家一一告别后，海童夫妻俩送着海玲母子俩出门，还有陆东明跟随。彤彤，你不用送了，回去休息，屋外风大，别着凉了。海玲停下来，不让妹妹再送。海童站在屋门口的台阶上，目送着姐姐母子俩上了车。小姨，再见。洋洋探出头来向海童挥手说再见。洋洋在家里要听妈妈的话哦。海童大声叮嘱着。洋洋应了声，很快缩回头，很自然地坐在妈妈和陆叔叔的中间。陆东明在洋洋的心里已经成了他的第二个爸爸，等于是爸妈就在他的身边，好开心啊！洋洋一会儿叫妈妈，搂着海玲撒娇，一会儿又爬到陆东明的大腿上坐着，软糯的声音甜甜地叫着陆叔叔，软化粗汉子陆东明的心。搂着他就往他的脸上亲去，又被他吐槽胡子扎人。车内一片欢乐，1个多小时后才回到了家。陆东明接到了电话，是陆太太打来的。陆太太在电话里问道：东明，海玲跟着你一起回来的吧？什么时候带海玲回来？这都要过年了，你们俩也该带着洋洋回来过年了。妈，我和海玲刚从悠悠山庄接回洋洋，休息片刻再回去，还要去一趟商家。商太太是海玲的亲大姨，海玲从江城回来，自是要去商家一趟，一是探亲，二是跟商太太说说江城凤家的事。商太太一行人比海玲先回的管城，费老先生在商家养着，海玲也要去探望他老人家的。陆太太哦了一声，说道：那是应该的。那你和海玲的好事？陆东明看向海玲，答道：应该明天能腾出时间去民政局办手续吧。海玲还没有说，我觉得明天能腾出时间，尽量明天吧，民政局也要放假过年的。那等你们回来了，彩礼给你过过目，没有意见就送到海玲家里去了。办婚礼的日子，妈也请人帮你们挑了好几个黄道吉日，到底用哪一个还得和商太太以及海童商量商量。你们也看看用哪个日子方便一点，只要看海玲什么时候有空。陆太太知道海玲现在很忙，挑的担子太重了。身为长女长姐的海玲的确一直都背负着重担，以前背负着养大妹妹的重担，现在又要挑起凤氏一个家族的担子，更重，压力更大。陆太太挺心疼的，若是可以避免，她都不想海玲去挑那个担子。海玲就好好经营她的饭店就很好了，只是那是凤氏一族的事，是海玲身为长女长姐的使命。在商小飞和海童都不适合接班时，海玲就要顶上，谁叫她是长姐呢？陆东明温和地道：妈，这些事等我们回家再说，不用着急，免得时间紧迫反而办不好。我希望我和海玲的婚礼能够像战印娶海童时一样的隆重。
陆太太说道：“那是肯定的，海童有的，海玲也会有。咱们家不会亏待海玲，绝不让海玲受委屈。”马上就要37岁的小儿子总算能结束单身，陆太太欢喜得很。对于准小儿媳妇，她从一开始就不是讨厌，过去只是受门当户对束缚着才会反对。经历了太多事情后，她也想开了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只要儿子幸福就行，其他的都不重要了。那等你们回来再说，早点回来，我可想洋洋了。陆太太不缺孙儿女，洋洋还不是她亲生的，但她对洋洋的好比对她亲生的孙儿女们都要好。一是洋洋本身讨喜乖巧，又长得俊俏可爱，嘴巴甜，见着洋洋就会忍不住心软，喜欢小家伙。二是为了陆东明和海玲的幸福着想，陆家不仅仅是陆太太，而是所有人都对洋洋特别好，是想让海玲放心。哪怕洋洋不是他们陆家的亲孙子，他们也会疼如亲生的。他们陆家有的是钱，多养一个孩子也养得起。况且洋洋也不用他们操心，洋洋还有一个非常疼爱他的小姨呢。陆东明笑道：“妈想的不是我和海玲吧？是想洋洋了吧？洋洋一回去，我这个当儿子的都得靠边站。那是洋洋比你可爱多了，我就是喜欢洋洋。早点带洋洋回来，我可想死他了。”洋洋跟着海童去了 A 市，在那边待了10几天，现在才回来。陆太太有一段时间没见到小家伙，的确是想洋洋。母子俩结束了通话，海玲等陆东明结束了通话后，问他：“是你妈打来的电话？”“妈问我们什么时候回去。”我说：“等你们休息休息再回去，大概是回家用晚餐吧，可以吗？”陆东明看着海玲问道，怕海玲生气，怪他自作主张答应了母亲。海玲温和地道：“可以，我也不累，你安排好就行。就是我们刚回来，没有准备有礼物，这样空着手过去，我会不好意思的。”海玲想到去陆家不能空着手去，我看看家里还有什么可以当做礼品的哦，好像还有不少的营养品，带过去给你爸妈，再出去给你的侄儿女们买点礼物，你的兄嫂们，我不知道该给你哥哥们准备什么。你嫂子们，我还可以送珠宝以及护肤品。珠宝和护肤品，他都有新买的，没有佩戴过的，可以先送出去，因为临时临急的，他出去买怕是也来不及了。还好，妹妹平时总爱送珠宝以及护肤品给他，还有大姨以及表妹商小飞也送有不少，他自己反而很少买那些东西。现在他带着的珠宝是陆东明送的。用的护肤品以及化妆品也是陆东明送的，就是身上穿的衣服很多也是陆东明送给他的。他要是不收，他就说他不爱他，还没有真的接受他，连他送的礼物都不收，他只能收下了。海玲嘴上说着话，人已经行动起来，去柜子里拿出那些营养品，太多了。妹妹怀孕后，各方送给妹妹的营养品，妹妹吃不完就往她这里塞。她好不容易减肥成功，恢复了苗条的身材，很注意着饮食，那些营养品她偶尔才会吃一点，都不敢像以前那样放肆的吃，就怕又长胖了。妈妈，我们是要去陆叔叔家里吗？给哥哥姐姐的礼物我准备就可以了，我有很多新的玩具以及娃娃，姐姐们就送娃娃，他们肯定会喜欢的，哥哥们就送我的新玩具。洋洋还知道哥哥姐姐喜欢的东西不一样，刚好他不太喜欢娃娃，正好可以将那些新的娃娃送给姐姐们。他去陆叔叔家里时和那些哥哥姐姐们玩，也进过他们的房间，他在姐姐们的房间里看到很多娃娃的，知道姐姐们喜欢娃娃。陆东明笑道：“你们母子俩都行动起来了，我还能说什么？”他对海玲说道：“咱们就快是一家人了，不用那么客气的，回去就等于是回我们自己的家，每次过去都准备那么多礼品，太客气反而不像一家人。我家里什么也不缺，你带那么多东西过去，准要给我爸妈说的了。”陆东明从轮椅上站起来，
慢慢地走到海玲的身边，撑扶着柜子，她能走得远一点。我哥哥们，你不用准备礼物，嫂子们，你要送就送几套护肤品可以了。珠宝不用送，他们的珠宝多到都可以开珠宝店了。要我说呀，咱们就带着嘴巴回去吃饭可以了，其他东西都不用带的带回去了，又要拉上2车回来，怕是咱们的车子都塞不下。海玲边收拾边说道，即将成为一家人，但还没有真正成为一家人。我又这么长时间没有去过，空着手去不好意思，还是带上点东西吧。洋洋也跑上楼去拿他给陆家的哥哥姐姐们准备的礼物了。其实你母子俩过去，我妈就很开心的了。我妈说很想洋洋。洋洋放寒假后就跟着海童去了 A 市风尘山庄，刚回来的。海玲笑道，她早就念叨着要和龙婷玩。龙婷很少回来，也就是寒暑假长一点，她才能回到风尘山庄。2小只玩得好，就让他们先玩了。她要嫁入陆家，洋洋以后跟着她一起在陆家生活，天天都能见到陆太太，就不着急陪伴陆太太，先满足小家伙与小伙伴们的相聚。也是2小只分开了，又要等到暑假才能见面了。暑假的时候，海童可能刚出月子不久，怕是不方便带洋洋去君家，到时候看看我有没有空，我陪他过去，或者邀请龙婷来我们管城玩。陆东明已经考虑到2小只下一次见面的事情。海玲说道，邀请龙婷过来玩，怕我们护不住她，万一出什么事我们担当不起，还是送洋洋去 A 市跟他一起玩吧。龙婷的师叔祖们在 A 市布局了很好的保护网，能够护着龙婷周全，让龙婷的仇家求证的机会都没有。他自认他没有那个本事护龙婷周全，龙婷一大家人就只余下他一个人，他能活着也是几个保姆用命换来的，如今他自缢活着，除了学习苦一点累一点，大家尽量给他快乐的童年，但背后也有很多人默默地守护着他，一旦离开那个保护圈了，就怕出事，那个风险太大，海玲不敢冒这个险。上次叶君博夫妻俩带着孩子们来了管城一趟，仅是来个2、3天就赶紧离开了，不敢逗留太久，就是怕暴露了龙婷的行踪，引来龙婷的仇家。那孩子是不幸的，小年纪就遭到了灭家之灾，一大家人只有他一个人活了下来，他又是幸运的，能遇到穆情夫妻俩，并被穆情夫妻俩收为义子，视若亲生，更得到了程玲玲的青眼，收为徒弟，从而得到了一般厉害的师叔祖，由他们养育教导他，他想不成才都难。当然了，也是有那些高人罩着，龙婷才能享受到普通孩子快乐的童年，否则天天都要担心被杀，小年纪就要亡命天涯，哪来的童年快乐？陆东明想了想后说道，也是，那就我们陪洋洋去君家了，咱们洋洋和龙婷一起玩，会不会被龙婷的仇家盯上？不过也不用担心，洋洋我们也保护着外界的人，也没有几个人见过洋洋的真人。从海童嫁入战家，成为战家大少奶奶后，就很注意保护着外甥。好在洋洋只是海童的外甥，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干扰。媒体记者们偶尔偷拍到，也不敢随便就曝光。就读的幼儿园又是本市最高级的幼儿园，对孩子们保护的也很好。不过龙婷的仇家厉害，陆东明才会这样说一嘴。就算龙婷的仇家有可能盯上洋洋，也不敢轻易动手，洋洋背后有我们几大家族。陆东明说道，就怕海玲担心。海玲嗯了一声，应该没事。我母子俩不是2年前的母子俩了，他们想动我母子俩，都得掂量。顿了顿，他继续说道，龙婷和洋洋玩得好，我看战印是有意让2个孩子从小一起长大，成为发小的君家也有这个意思。真正来说，洋洋和龙婷成为朋友有利无害。龙婷背后的那些大佬们，可不是谁都能结交的。
不是看那几位老人家，是看程玲玲同辈的那些神秘大佬，力量之大，战印说那是苏家都探不到底的。妈妈，妈妈！洋洋在楼梯上叫喊着，两个人都抬头看向他。怎么啦？海玲关心地问着。我拿不了那么多的玩具，你上来帮我拿一点好不好？海玲笑，好，你先挑好要送给哥哥姐姐的礼物。已经挑好了。海玲便对陆东明说道，你帮帮我的忙，我上楼去帮他拿东西。好。海玲这里也有几个阿姨，既是帮忙看守房子，也是打扫卫生的。母子俩还没有回来之前，那几个阿姨就轮流过来上班。现在要过年了，也只有一对夫妻俩留了下来，其他人都回家过年去了。海玲没有告诉那对夫妻俩，她今天回来，在到家后才给他们发信息。他们在外面采购年货，暂时还没有回来。洋洋便只能向妈妈求助。一会儿后，母子俩提着很多东西下楼，全是洋洋给陆家的哥哥姐姐们挑选的玩具。他玩具太多，好多都还没有拆包装，现在只需要装进袋子里就行了。海玲拿出来的那些营养品，陆东明也帮忙打包好了。看到母子俩提着一大堆的东西下楼，陆东明笑道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你们俩要搬家。洋洋哥哥姐姐都长大了，他们不怎么玩玩具的了。你是小孩子，其实不用准备礼物的。洋洋说道，我去姐姐的房间里看过，好多的娃娃，他们喜欢娃娃的，我就不太喜欢娃娃。可是我的玩具房里又有很多漂亮的娃娃，正好送给姐姐们，能腾出地方给我摆放陆叔叔刚送我的玩具。小家伙还补充一句，我给哥哥姐姐都准备了礼物，不管他们喜不喜欢，他们都会开心的，开心了就更喜欢我，更疼我了。陆东明笑道，你只要往他们面前一站，他们就喜欢你，疼爱你了。他们不知道多喜欢你呢。他的侄儿女们最小的都10岁了，代表陆家有10年没有新生命来报道，骤然得到一个3、4岁又俊俏可爱，嘴巴又甜的小堂弟，他们自是喜欢的紧。只要洋洋去了陆家，遇到了那些哥哥姐姐，他的2条腿就成了摆设，都不用他走路，会有哥哥姐姐抢着抱他。当然了，他的小脸也会遭点殃，被哥哥姐姐们亲来亲去的。洋洋觉得只要他跟着陆叔叔回去，那几天呀，他的脸上会被糊满口水。不过他也反击回去，往哥哥姐姐们的脸上拼命糊口水，哈哈。洋洋颇为嘚瑟地道，那是我是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。海玲轻点一下儿子的额头，是，你是人见人爱，花见花开，车见车爆胎。把你的东西搬出去，放上车，我们准备去你陆叔叔家里了，今晚在那边吃饭。洋洋哦了一声，赶紧把自己的东西往外搬。陆东明打电话给贴身照顾他的2名保镖，让他们进来帮忙拿东西。母子俩给陆家人准备的礼物塞满了一车子。到了陆家大宅，陆太太已经在屋门口的台阶上等着。车子刚停稳，陆太太就走来拉开了车门。洋洋，陆太太满脸是笑。阿姨。海玲先叫了陆太太一声。陆太太笑着，海玲回来了。她的2只手伸过去抱住了洋洋，将洋洋抱下车，然后抱着洋洋转身就往屋里走去，边走边问着洋洋，洋洋跟小姨出去玩得开心吗？玩得开心。陆奶奶，你想我吗？陆太太笑道，想呀，奶奶可想咱们洋洋了。想死了，你一回来，奶奶就打电话给你陆叔叔，催他带你回来，奶奶给你准备了很多吃的、喝的、玩的，都是你喜欢的。也通知你的哥哥姐姐们，只要有空的都回来，一会儿就会有很多人陪着你玩，热热闹闹的，不会让你觉得孤独的。小哥哥知道你要过来，不知道多开心呢。陆太太嘴里的小哥哥，是指他现在最小的孙子。
是陆东明三哥最小的孩子，过了年就11岁，特别喜欢洋洋。知道四叔要和海玲结婚，洋洋马上就要成为他的堂弟后，他到处炫耀他要有个小堂弟了，还说他的小堂弟可爱得很，长得特别好看，像年画上的娃娃。他的同学们现在看到他就打趣他，问他的小堂弟在哪里，带去学校给他们瞧瞧是否真的很可爱。好在放寒假了，否则陆太太还真担心小孙子会用大书包把洋洋装到学校炫耀去。洋洋来了，陆父也从屋里出来，看到了洋洋，笑眯眯的要从陆太太的怀里抱过小家伙。陆太太避开了丈夫伸过来的手，说道：“我才抱到手，你先等等吧。你已经抱到手了，我还没有抱到呢。来，让我抱一抱。洋洋长大了一点，体重肯定有变化的，你抱着会累。让我抱，我是男人，力气大。”陆父抢着要抱洋洋，陆太太就是不给他抱。夫妻俩你强我避的带着洋洋一起进屋里去。陆东明看到把自己撇下，连个眼角风都没有给他的父母，自嘲地笑着对海玲说道：“看我爸妈多稀罕洋洋呀，洋洋都还没有下车呢，我妈就赶紧抱他下车。我妈还和你打了声招呼，对我这个亲生儿子，是连看都不看一眼，有了孙子就不要儿子了。”海玲笑道：“阿姨是久不见洋洋，太高兴了。”心里却知道准公婆是表现给她看的，让她放心的嫁入陆家。尽管洋洋不是陆家亲生的孙儿，他们陆家也会视洋洋如同亲生。他们陆家亲生的孙辈有什么东西，洋洋也会有，不会差别对待。陆太太夫妻俩甚至表现得更疼爱洋洋一点。准公婆是真的疼爱陆东明这个儿子，现在他们只求陆东明幸福。陆东明深爱着他，非他不娶。他们接受了他，也接受了洋洋。对洋洋越好，他越放心，与陆东明的婚姻才会幸福。海玲打心里感激准公婆。当初离婚后，她说不想再嫁，一是被周红林伤到了，二是担心再嫁会伤害到洋洋。陆家上下的表现让海玲放下心来，就算天天见得着，我妈也稀罕洋洋。我们家没有那么小的孩子了，洋洋又很可爱，嘴巴甜，讨人喜欢。陆东明吩咐人帮忙把海玲带过来的东西搬进屋里去，他不需要坐轮椅，只让保镖扶着他上了台阶，然后由海玲挽扶着他慢慢的往屋里走去。我初见洋洋的时候就很喜欢他，以前我不太喜欢孩子的，嫌他们太吵。我侄儿女们小时候看过他们哭闹不休的样子，就挺烦孩子的。自从见过洋洋后，我就喜欢小孩子了。听着洋洋用着软糯的声音叫我陆叔叔，我的心都化了。那孩子的嘴巴是甜。陆东明说的都是真心话，他特别喜欢洋洋。海玲说道：“我和周红林离婚时，洋洋说话还不是很利索，我是真没想到他的嘴巴会那么甜。以前的他只喜欢跟着我姐妹俩，别人想抱他，他都不太乐意。现在像个小社牛，话痨，就没有他攻不下的人。那是他天性如此，2年前他还小吗？现在这样好呀，自信大方的，因为他自信，他才会成为社牛，还是很讨人喜欢的社牛。你就夸他吧，让他听到了尾巴能翘到天上去。你们也别太宠他，小孩子很容易宠坏的。”陆东明偏头看他，眼里满是信任。不还有你和海童吗？你们俩对洋洋的管教松弛有度，洋洋被你们教得很好，再多人宠着洋洋，也不用担心宠坏他。哦，我们姐妹俩唱黑脸，你们都唱红脸了。陆东明笑，洋洋那是凭本事受宠。海玲无语。华丽的主屋大厅里满是人，除了陆太太夫妻俩，还有陆东明的3个哥哥嫂嫂，以及他的一班侄儿女们，也有几个关系还很亲近的亲戚长辈，例如陆东明的舅舅、舅妈、姑姑、姑父等。看到满屋子的人，海玲小声地说：“
你没有告诉我你家里会来那么多的亲戚。亲戚倒是不多，是我们一大家子都回来了。海玲这一次登门意义不一样。为了表示对海玲的重视，陆父通知了所有儿子儿媳妇，孙儿女们都回到了陆家大宅，亲近的亲戚也叫了几个过来。等到陆东明和海玲领了结婚证，当天还会邀请陆家本家人以及亲朋好友们过来吃顿饭，祝贺陆四少爷成功脱单吗？不用紧张的，他们都很好。陆东明以为海玲怯场了，柔声安抚她：我不紧张。现在的海玲已经见过世面，经历了不少的风雨，任何场合都不会怯场。她只是没想到跟陆东明回来吃顿饭，会有这么多人等着。陆东明握住她的手，以后是一家人，他们都会对你很好的，凡事都有我，天塌下来我都给你撑着。海玲笑，我自己也能撑着。她不会再依赖男人，哪怕陆东明不是周鸿林，她也不会依赖陆东明，自己强大好过依赖任何人。陆东明飞快地在她的腮边偷得一吻，低笑着，那你给我依靠。她以后会是凤家的家主，是她嫁给他，他给她依靠，说得过去的。海玲也笑，咱们相互依靠，相互信任，携手并肩。好。洋洋被陆太太抱进来后，大家都逗着她玩。陆家目前最小的孙少爷，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7，单名号，洋洋叫他七哥。陆浩挤到了奶奶的身边，伸手就去捏洋洋的脸，夸赞着洋洋的脸真好捏，捏着手感真好。他捏回了陆浩的脸，说道：七哥的脸也很好捏，我感觉我的皮肤有点粗了，不及你的光滑，小孩子的皮肤就是好呀。陆浩说着又要去捏洋洋的脸，被陆太太一巴掌拍开了。陆太太轻斥着小孙子，你还捏，洋洋会痛的。我像洋洋这么大的时候，哥哥姐姐们不老是捏我的脸吗？奶奶那会儿可没有维护我，还跟着捏我的脸，夸我的皮肤滑嫩呢。陆浩抱怨着，现在我好不容易有个比我小的堂弟了，想捏捏洋洋的脸，奶奶还心疼了。奶奶真偏心，最爱洋洋，不爱我了。你现在皮粗肉厚的，皮得像个猴子似的，奶奶看到你头都痛。陆太太毫不掩饰对小孙子的嫌弃，像陆浩现在这个年纪，的确调皮得很，只要他在家里就是搞破坏、拆天似的。他很喜欢拆东西，不管是什么电器，他都要拆一拆，拆了又不会装回去，需要请维修师傅上门重新安装，有时候还会被他拆坏了，需要买新的回来。就是家里的一扇门，陆浩都要拆下来瞧瞧看，更不要说其他东西了。陆太太养着的宠物猫、宠物狗，只要听到陆浩的声音，赶紧跑出去，躲得远远的，害怕被陆浩撸的毛都掉干。陆三少奶奶对这个小儿子也是头痛得很，也就是陆东明这个当四叔的，因为脸上有道刀疤，还能镇得住陆浩，闪一边去，别带坏了洋洋。陆浩才不会呢，洋洋还没有回来时，奶奶千交代万叮嘱的说，洋洋回来后让我带着洋洋玩，要保护洋洋，爱护洋洋，视洋洋如亲弟弟。奶奶都不给我和洋洋一起玩的机会，我怎么带洋洋玩？陆浩拉住洋洋的手，对洋洋说道：洋洋，走，七哥带你出去玩，屋里无聊死了。大人们说的话题，我们又无法参与，也不懂。陆太太还是松开了洋洋，让陆浩拉着洋洋出去玩。三少奶奶连忙叮嘱着小儿子：陆浩，你要看好洋洋，别让洋洋摔着，不要带洋洋去玩水、爬树。洋洋要是掉根头发丝，回来我熊你一顿。妈，我知道了。陆浩很不耐烦地应着，拉着洋洋就往外跑。见到自家四叔和海玲后，两个孩子停下来。妈，陆叔叔，我和七哥出去玩。洋洋先说话。陆浩虽然调皮得很，却很有礼貌。他礼貌地叫了海玲一声四婶，
最后才叫了自家四叔一声。在陆东明面前，陆浩最听话。海玲被陆浩叫了一声四婶，先是有点不好意思，很快就坦然地应了陆浩，对两个孩子说道：“洋洋，要听七哥的话，小浩看着点洋洋。四婶放心，有我在，我会好好的看着洋洋的。”陆东明也叮嘱了几句，才让两个孩子出去。海玲，老四回来了。大家看到两个人进屋，个个脸上都有着笑意。看两个人现在亲密无间，恩爱幸福的样子，陆家人感慨万千，以为陆东明这辈子就是打光棍的了，没想到他会爱上好哥们的大姨子。海玲还是个离婚女人，初时家里长辈激烈反对，她也不放弃，坚持要和海玲在一起。凭着她的那股执着，经历了一些磨难，两个人总算走到了今天，不容易啊。海玲大方地打招呼，陆家的亲戚她也认识，以陆家的地位，他们家的亲戚也是有钱人，陆太太的娘家更是属于豪门，哪怕比不上陆家的富贵，却胜过陆东明姑丈家里。在海彤嫁入战家，商太太与姐妹俩相认后，海玲出席过上流社会的宴会，由商太太带着认识了不少贵太太们。过去别人可能多少都瞧不起海玲，碍于商太太和海彤的身份，才会对海玲客客气气的。现在海玲身上流着凤家的血，不出意外的话，也会成为凤家的家主，接管凤氏家族的一切。大家看她再无那股瞧不起，而是真心想和海玲结交来往了。管城也有人说，怪不得海彤姐妹俩都能嫁入豪门，原来人家本就是豪门贵族的后代，只是家遭巨变才会流落在外，过了一段时间苦日子。陆家人对海玲的态度热情而亲近，倒不是因为海玲会接管凤氏家族，而是知道海玲是陆东明的精神支持，是陆东明的挚爱。陆东明能不能完全恢复如常，海玲很重要。这对小情人都要领证结婚了，以后就是一家人，他们对自己的家人能不好吗？陆家的佣人将海玲带来的礼品全都搬进来。陆太太说海玲都是一家人，不用那么客气的，以后回来就回来，不用这么破费。海玲笑着，阿姨，我没有破费，这些营养品是我从家里拿过来的，那些娃娃以及其他玩具，则是洋洋送给他的哥哥姐姐们的。他家里的营养品，不是妹妹送来的，就是大姨送的，也有一部分是沈小军塞给他的。总之，没有花到他的钱，他是真的没有破费。陆太太笑，洋洋还给哥哥姐姐们准备了礼物呀。他拿过了一只娃娃，看到上面竟然还写有字，是洋洋写的，他写着大姐，意思是这只娃娃是送给陆太太大孙女的。洋洋的字写得还不错，4岁大的孩子字能写成这般，很不错了。海玲也看到了儿子写的字，他说道，洋洋说在风尘山庄，天天跟着龙庭一起抄书练字，字写的就整齐好看点了。他没有要求儿子这个年纪就要写多少字，年纪还小，也怕写的字太多，会导致手指变形。不过洋洋喜欢写画画的话，他也不拦着。4岁的年纪也做不了太久，写上一会儿就玩去了，时间不长，就不用担心手指会因为写字过多而变形。在风尘山庄那里住了10天半个月，跟着龙庭抄书的时间其实也不长，可能是有龙庭陪伴，也可以比较吧。洋洋抄了几天的药书，字迹比过去端正多了。那个孩子听说更加的聪明，说过目不忘。陆太太知道穆晴有个养子，没有见过龙庭本人，知道龙庭聪明绝顶，还是从小儿子嘴里听来。在管城上流社会这个圈子里，除了站印交际圈里的几家人，就没有人知道龙庭，毕竟只是一个小孩子。君家对龙庭保护的也很好，龙庭是很聪明，记性特别好，
是否真的过目不忘，我没有考证过。听彤彤说他是过目不忘。陆太太笑着，下次他若是来管城，记得请他来我们家玩，让陆浩见识见识，免得他总是自夸他是管城第一神童。众人都哄笑起来。陆浩脸皮厚，自恋得很，总是觉得自己是管城最聪明的孩子。三少奶奶接话，那小子脸皮厚得很，还第一神童呢，比他聪明的孩子多了去，也就是次次考试全级第一而已。那是在他学校里去了更好的学校，他就知道强中自有强中手。海玲却知道陆浩就读的小学是管城最好的小学，多少望子成龙的家长挤破脑袋，到处找关系，都想将自己的孩子送进那所学校。陆浩能够次次成为全年级第一，是很聪明了，好不好？众人又笑了起来。陆家的孩子其实都是学霸，跟战家的孩子一样。闲聊过后，陆太太才拿出了一张写着几个黄道吉日的红纸，递给海玲，说道：海玲、东明，这是我找人按照你们俩的生辰八字挑的几个好日子，你们看看，到时候办婚礼用哪一个日子？还有彩礼的单子，海玲你也看看，我给你大姨和战家老夫人还有你妹妹都过目了，彩礼单子上有的东西都给他们看过。在彩礼上，陆家给出了好几个亿的东西，除了房产、豪车、商铺外，还有金银珠宝以及大量的现金，主要是陆东明掏腰包准备的。陆太太夫妻俩掏出来的钱，跟当初娶前面3个儿媳妇一样，他们做父母的尽力做到了一视同仁。陆东明的兄嫂也添了点，所以给海玲的彩礼堪称天价，就连战家老太太都对陆家给海玲的彩礼很满意，商太太和海童就更没有意见了。这些房子、商铺等还没有过户到你名下，过了年他们上班后，你就和东明去办过户手续，都转到你的名下。海玲去了江城后，好几个月没有回来，不方便手续，故而房产、商铺都还没有过户到他的名下。海玲接过陆太太递来的红纸，看过了上面写着的几个好日子，又看过彩礼单子，没有任何意见。他将写有黄道吉日的红纸给了陆东明，说道：让东明看看。